昨天半导体芯片继续下跌，从等等看到怎么办，再到一问一个不吱声，很多的股友心情已经走完了3个阶段。那是不是金融危机要来了呢？ Harry 还是那个观点，这只是一场衰退，级别完全不同。衰退呢，就像是一场重感冒需要时间恢复；但是金融危机更像是突发的心脏病，可能要人命。大家好，今天是香港时间7月30号。昨天悬着的一颗星落了一半，美联储的利率维持不变，微软大涨 ，Meta 大跌，市场的涨跌开关到底该怎么把握？谷歌出现了长上影线，短期会不会上涨受阻？而英伟达和特斯拉是不是已经跌到了值得加仓的位置？今天的视频呢，将会给你答案，记得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随时复盘不迷路。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你更看好哪几只股票在这轮下跌之后修复更快？我们可以作为接下来的聊聊看话题。好，马上进入到正题。纳指在这一轮的下跌当中已经完整的走完了9转结构，在9号 K 线的位置呢，出现了一根十字星，说明多空双方在这里有过博弈。但是呢，昨天在9K 之后，市场依然选择向下，这也吻合了我们之前的判断整个大盘是在震荡下行的结构当中。这次下跌过程呢，5号 K 线和6号 K 线中间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缺口。根据缺口的特征这个缺口更像是衰竭缺口，很有可能会震荡出反转的机会。所以呢 ，Harry 会认为这一次下跌更像是一场重感冒，而不是绝症。另外呢，还有一个依据，大家可以简单的看一下标普500当前的点位。距离历史的最高点仅仅下调了4%左右，所以如果真的是金融危机绝对不可能是这个数字。那基于这个判断呢，下方缺口位置大概是24200左右所谓小缺口大支撑就算是不会完全的止住，离底部也不会太远。好，那这个是 Harry 的判断。既然大环境是这样的，个股的方向又该怎么去把握呢？个股的涨跌开关在哪里？我们可以从微软和 Meta 的财报一探究竟。昨天呢，除了美联储的议息会议之外，市场最关注的就是这2家公司的财报。他们在 AI 支出的这个市场核心议题上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因为他们是4大科技公司当中重要的2家。那昨天晚上他们的表现一个大涨，一个大跌。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涨跌的开关在哪里。首先是微软，上涨的理由呢 Harry 也直接给，就是 AI 的投入开始看到回报了。就像是我每个月给你打生活费，虽然我很辛苦，但是你的考试成绩开始有了好转，你说我能不高兴吗？那能不能够进场呢？ Harry 也直接给能。从长期来看呢，400以内风险可控，虽然震荡了很久但如果能够等到350到370，就是这一个区域的位置个人觉得已经接近黄金坑了。先说一下微软呢这次财报呢给到市场最大的信号就是 AI 投入开始看到回报虽然你还在上学，但已经开始跑兼职了，对吧？那营收增长和每股收益呢都超过了市场的预期。更重要的是微软的 Azure云业务增长43%超过了市场预期。这个数据非常关键，因为呢，这个是微软 AI 商业化的重要入口。那很多投资者呢，之前担心一个问题就是投了那么多钱投在这个 AI 基础设施，会不会只是烧钱呢？但是这个财报告诉市场，至少目前来看 ，AI 的投入正在产生收入。那另一个重点呢，就是资本的支出。市场呢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每家公司AI 支出无限的扩大每个人都说 AI 是未来，每个人都在花钱那你天天找我要钱，我肯定担心但是呢，微软这次的资本支出呢没有继续大幅上调，而是维持了原计划，这就给市场释放了一个积极的信号。简单来说呢，微软证明了一件事儿 ，AI 呢不是只投入不赚钱，而是开始进入了商业兑现阶段。所以呢，市场就给了它一个正反馈，盘后的上涨比较明显。那从技术面来看呢，微软目前的趋势呢是比较健康的在子代的过程当中，如果未来能够回调到350到370之间个人认为长期投资价值会明显的提升。如果你是我们趋势图的老同学可以观察一下下方的这根红柱之后，也就是今天和明天会不会出现这种蓝柱的图形。一旦出现这种蓝柱的图形，那么对应的 K 线位置就是进场的位置如果你担心的话呢，可以多等2天但是呢，也要提醒各位微软呢作为一个老大哥，它的体量决定了不可能上下波动非常大。如果大家期待它近期能够不停的暴涨，那可能性不大。但作为长期的价值投资的股票呢，那绝对是没得说的。
也正因为如此啊，我们在操作大票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找点位。那你的技术分析就要运用上，不然呢，同样的股票啊，人家在赚钱，而你在亏钱。好，这个是关于微软。那既然我们已经找到了市场的涨跌开关，就是 AI 支出这个核心变量，我们就用它来拆一下 Meta 财报之后为什么会跌。Meta 的情况呢，跟微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啊。微软是 AI 在赚钱，它的资本支出可控，但 Meta 呢，它的资本支出几乎翻倍了，同时呢，又再次的上调了2026年的资本支出计划。也就是说呢，我告诉你，今年我要找你要更多的钱。而且呢，这次财报还有一个非常直接的信号，营收增长了，但是利润反而下降了。这么一听啊，任何人都觉得下跌一点都不意外。所以呢，它的盘后跌幅大概是在6%到8%之间。但是呢，现在还不能够说这个 Meta 是失败的啊，它只是 AI 的货币化比较滞后。真正的验证呢，还需要时间。如果从估值的角度来看呢 ，Meta 当前的价格已经回到了相对合理的区间。那 Harry 的观点是啊 ，Meta 适合有耐心、能够承受波动的投资者。财报之后呢，不建议急着操作啊，先观察个3到5天啊。如果价格回到了520到540美元之间，那 Harry 认为啊，这个位置的这个风险收益比会比较合适。另外呢 ，Meta 在7大科技股里面，它的股性是最强的，所以激进型的投资者可以关注，但你不能够期待一进去就马上涨，对吧？毕竟股市也不是谁家开的，可能呢还是需要市场的这个震荡去消化。不过呢，从 Harry 的趋势工具来看 ，Meta 在这个位置筑底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呢都是蓝 K 啊，预示着这个机构一直在做一个低吸的动作啊，也说明对于很多资金来说，这个位置形成了相对底部。当然啊 ，Meta 每次的财报之后呢，不是大涨就是大跌，所以如果在这些位置买入去赌财报，你就要承受对应的风险。从趋势图来看呢 ，Meta 子带转成了黄带的趋势，在黄带区间呢 ，K 线是下方运行的啊，起到一个压制的作用。而子带呢，相反 ，K 线会跑到上面去，起到一个支撑作用。如果大家想要用这个趋势图来做观察啊，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交流课程当中，了解学习之后进行一个安装试用。我们有7天的试用时间来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趋势工具。最后呢，我想要补充一点啊，这个 Meta 它的管理层也是出了名的狠人啊，说砍就砍，说裁就裁。所以呢，资本支出如果真出了问题，砍一刀啊，也许就能够拉上去了。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悲观。好，以上呢就是关于昨天大家比较关注的微软和 Meta 的解读，以及它目前这2位啊能不能够进，在什么位置进啊 ？Harry 呢都已经给到大家答案了。接下来呢是英伟达，英伟达呢 Harry 也直接给结论，190企稳，但不要一把打满。英伟达呢昨天最低打到了188啊，最终收到了190.01的位置啊，精准的落在了我们之前说的190到185的这个区间。这个位置呢出现了蓝 K 加上钱袋子的信号，短期呢有企稳的迹象。那我们会发现呢，每一次啊英伟达有这样的信号出现，包括这些地方，都有一波不错的上涨。所以这一次啊会不会历史重演呢？Harry 认为啊，这个概率还是不小的。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我们放大看趋势图显示啊，这个子弹有收缩的迹象，意味着短期内方向还不够明朗，弱势震荡的概率呢依然存在。所以操作上啊，190到185之间啊，可以分批进场。但是呢，我们要留点仓位啊，给到可能更低的点啊，不要一次性打满。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这个仓位啊，想要等更低的位置再补也可以了啊。但是 Harry 个人认为啊，185到190之间啊，加仓这个胜率还是偏高的啊。当然，这个财报季呢还在波动啊，不能排除往下继续探的可能啊。但是真跌起来了，也就是分摊成本的问题。除非有大的黑天鹅，那谁也预测不了啊。但是你要真的担心黑天鹅的话，那马路上每天都这么多车，你总不能不出门吧？那在盘前的这个交流群里面呢 ，Harry 也说过，如果你确实想要右侧的确认信号，那就可以等到放量突破210到214之间的位置再来进场，也是没问题的。也可以结合在过往中啊，我们经常提到的一些筑底信号，包括出现3%的中带阳线，包括蓝 K 之后转多，包括强势3日底分型、阳包阴、单针探底，或者是跳空
高开的缺口等等图形啊。那如果你也不想要这么费劲的自己去判断啊，也可以到 Harry 的群里面啊去等一些消息。好，这个是关于英伟达。那今天的消息面我就不说了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明天可以安排来给大家讲一讲。好，再来看谷歌。上一次财报之后呢 ，Harry 给的观点很明确，310附近入场很稳妥。我自己呢是在320进的啊。如果你在实际的最低点，也就是315附近入场，拿到现在啊340，也有了25美元的利润空间，对吧？25除以315，那差不多就是8%的收益，也就是短短几天的时间。所以呢，单说这一波操作呢，如果你在跟 Harry 的视频呢，其实没有什么过多可讲的啊。但今天呢，主要是想要聊一下啊，经过这几天的一个上涨，谷歌的 K 线结构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信号。这个地方呢，也就上一个交易日出现了一根比较明显的长上影线 K 线。我们来看一下小知识点。这种 K 线形态呢，往往意示着股价上行乏力，短期有一个回调的诉求。再结合我们工具图啊，这个位置呢，也是黄带下沿的位置啊，属于双重信号叠加。所以，如果你是在财报之后啊重仓进了这个谷歌，那 Harry 的建议就是可以考虑啊，在这个位置出掉20%到30%的这个仓位啊，等到后面可能回调之后再接回来。做一个简单的高抛低吸如果你是中长期的持有者呢，那这种级别的波动呢，可以暂时不动暂时忽略不计。那今天呢，主要是做这么一个提醒。另外呢，因为避免有一些新朋友没有听到上一期的内容我几句话补充一下谷歌和特斯拉在财报之后表现不同的一个逻辑。以前呢，市场只问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 AI， 但是现在不同了，市场开始问你的 AI 投入100块，未来到底能不能够赚回200块？那谷歌的 AI 呢，其实已经贡献收入了但是市场担心它的投入成本，所以呢，它在财报之后下跌，本质是市场担心未来的利润率被压缩。而特斯拉呢，它的下跌逻辑跟谷歌不同，它未来的故事很大，包括 AI、机器人、自动驾驶，但是呢，这些业务还没有贡献大量的利润，所以呢，你从 K 线来感受这种差异的话，谷歌在财报之后虽然跌了，但很快就弹了回来。但是呢，我们看到特斯拉的 K 线图一直在跌，没有一个像样的回弹，这就是两家公司当下最本质的区别，一个是被担心利润率，一个是被质疑未来的一个方向问题。好，这个是关于基本面的一点补充。那特斯拉呢，现在从趋势图上来看，已经呈现了白 K 的状态证明这个趋势恢复需要一点时间。而且呢，我们观察到它的量柱，就是成交量，它的股价在下跌，成交量呢也在收缩，这就形成了平量价跌的结构证明弱势格局或将继续延续。之前呢，我们给到的点位是300美元现在呢最低已经跌到了297.3的位置上下浮动5到10美元是很正常的。那300以内呢 ，Harry 依然认为是属于风险比较小的区域。但现在呢，它的整个结构包括白 K， 包括它的成交量的观察，想要涨起来还需要一点点时间。上方呢有一个大的缺口大概是342的位置。如果你在300埋伏慢慢的等到它涨到342出，那也能够赚个10%几，对吧？只是呢对于目前这种走势不建议大家用大的仓位来进行特斯拉的一个入场。好，以上就是关于今天的大盘以及个股的分析。如果大家觉得对你的交易有帮助一定要记得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期视频不见不散。